啊，哎，外国人，哦，你好，你在台湾多久？刚好10年。哦，Welcome to Taiwan，谢谢。台湾食物还习惯吗？没问题，我很喜欢。是哦，那天气呢？会不会觉得太热？哦，没有，台湾天气热其实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部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台湾人常常会误会外国人在台湾的困难。那我们的困难是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今天要分享几个我在每一天的生活会遇到的困难，就算在台湾那么久。第一，讲电话啊，我真的不喜欢讲电话，但是有时候没办法，可能需要定位，可能需要去申请一个服务，可能是需要帮忙。打电话会有很多的误会，我最常遇到的误会就是数字，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对方常常误会了我的数字，比如说2还有6。还有另外一个今天，还有明天，讲电话的时候，对方每一次会弄错。喂，你好，我要定位，今天晚上2位。不是明天晚上，是今天晚上。今天就是等一下，对，今天，然后2位。没有，不是6位。不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的6，我是说2位，对，1、2那个2，1、2、2位，好，我的名字吗？那写 Mike 好了 ，M-I-K-E Mike 啊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对，我定位的困难，定位很困难，但是订阅很简单，拜托一下订阅我的频道。所以有时候有人说可以直接讲电话吗？可能比较清楚。我自己觉得，不一定会比较清楚。我比较喜欢打字，打字比较清楚。我自己觉得。好，不过有一个我更讨厌的就是打录机啊，我觉得。准备那个打录机的人真的没有想过外国人也会打电话。有时候打录机的选择真的蛮特别的，比如说什么监理所啊，还是保险，还是医院。有时候那些选择真的是一些专业的字，然后外国人不一定知道。我跟你说一个小故事，就是好几年前。我是刚开始用那个电动车的服务，就是透过手机你会找到，市区有一些电动车可以用。有一次我用的电动车就是突然宕机了，完全没有 power， 然后也没有办法开那个箱子放那个安全帽，所以我就是卡住，一定需要别人的帮忙。那我打电话给客服，然后客服的打录机全部是我听不懂的东西，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要按什么按钮，1、2、3吗？完全不知道。然后我这样卡住30分钟，过了30分钟，突然那个电动车就是重新开始，然后终于可以打开箱子。我最后还是跟客服联络说，请你们要想一想外国人，如果真的像刚刚的故事，外国人还是需要有办法。接客服对不对？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回我说，哦，对，我们会加那个英文的部分。打录机真的很麻烦哦。OK， 第3个部分可能你会觉得蛮惊讶，但是这是一个我生活的一个很大的困难，就是跟很多人一起沟通。我1对1，应该是非常的 OK， 真的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如果跟很多人在一起，我突然会变很安静，不讲话，然后像害羞一样，但是不是害羞。为什么是这样子？是因为我觉得我比较会有那个压力，因为很多人在聊天，他们讲话很快，然后有时候比较会说一些干话，我比较听不懂，就是很奇怪。1对1，我可能99% 都听得懂，但是一群台湾人讲话，可能突然就是60% 而已。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不想加入很多人的对话，因为我比较听不懂，然后我讲话的速度比较慢，所以我就是保持一点距离。我会听，但是我不会参加。
下一个部分就是台湾人一些蛮习惯的东西，可能是因为是自己的文化，可能是因为从小都很习惯，但是对外国人来说真的有点困难。比如说医院，幸好我很少去医院，但是我每一次去医院，真的有一些尴尬、奇怪的状况，就是我进去。也不确定那个 SOP 要做什么，可能你先去那个1楼的柜台，然后他会说你要去哪里，然后你去那边要先刷健保卡，然后看那个脉搏，然后再来就是要去一个地方等，他们会叫你的号码。我每一次去医院都觉得不知道要干嘛，然后觉得很尴尬，都需要请一些人的帮忙。还有就是看完医生，好像先要再去楼下付钱，才可以去旁边的药局接你的东西。就是对台湾人很清楚，但是外国人真的有一点迷路。然后最后一个很少用，但是有时候非常的需要，就是那个便利商店的 iPhone 的机器。这个机器超厉害，你什么都可以做，但是你先要看清楚，有非常多的选项。我跟你说一个小故事，就是几个月前有用那个货到付款的服务送一个包裹，然后为了送包裹，我先要列印一张纸，那张纸要贴在包裹上面。我去那个 iPhone 的机器，我要列印，所以我当然先去那个列印的部分，然后我看所有的项目，完全找不到。感觉到自己很笨，因为我想做的就是他要扫一个 QR code， 然后没有这个项目。好，那我再想另外一个方法，可能不是列印，而是送包裹这个服务。所以我去另外一个类别，然后有送包裹，我看所有的项目也找不到。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有一点夸张，就是后面有人在等，然后他应该是感觉到这个外国人啊真的不懂啊，所以我最后去问那个店员。我说我要做这个东西，我找不到。我刚刚看列印还有那个送包裹都没有。结果呢，他给我看就是在那个主页，不是列印，不是送包裹，而是最上面有另外一个小小的选项，就是刚好我要做的事情。怎么会这么复杂？台湾人这样会成功吗？还是一样困难吗？然后有另外一个东西关于 iPhone， 就是我很久以前要单纯的列印一张纸。我有点不清楚为什么列印先要请那个店员说不好意思，我要列印。就是你在 Seven 可以做很多东西，茶叶蛋你自己可以拿，你可以自己做，但是列印先要问可不可以列印，我真的不太清楚。我觉得外国人比较害羞，所以如果要列印，我不会直接说不好意思，我要列印，可以帮我按那个吗？我先会去排队，可能很多客人，我先去排队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到那个时候我说不好意思，我要列印，然后那个时候 iPhone 已经有其他的客人在用，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，因为外国人比较不清楚那个 SOP 那个规则是什么，所以会遇到这些很奇怪的状况。好，所以今天的影片你可以发现，不管我住在台湾很久，还会常常遇到这些有点尴尬的状况。然后其他部分，比如说天气或食物或很多东西，住在台湾很久，一定会找到自己喜欢的平衡点。就算可能食物挑剔，但是会找到自己很喜欢的餐厅啊之类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按赞，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还想提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，就是因为我是做 YouTube 的影片，常常会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有时候我是打电话订阅，然后我说，你好，我要订阅，好丢脸哦，不是订阅，而是定位，